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快速的总结一下这一次发布会的设备的更新以及软件的一些更新。OK， 那第一部分呢，讲述的是很多的第一名销冠的战绩，并且强调了就是这一次听取了用户的一些意见，并且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改进。那第二部分呢，就开始讲机器了。那首先呢是说的是Leaf 5，那这一款呢是黑白屏的，一共有3个配色：森林绿、月下双以及狐狸精。屏幕呢是7寸的卡塔1300的黑白屏，文字呢更黑，采用的是润眼前光 2.0， 前光的均匀性呢提高了 13%， 色温范围呢优化到了3000到5500K 这个范围。采用的呢是微晶时刻 2.0 的一个前盖板，那防眩的一个提升呢提高了 10%， 抗压的一个能力呢提高了 16.7%， 有零有整的啊。那硬件配置方面呢 ，CPU 呢使用的是骁龙8核，主频呢为 2.0G，CPU 的性能呢较上一代提升了 37%， 标配呢是4+64G 这样的一个配置， TF 卡最高可以支持 2TB， 然后呢是Leaf 5C 小彩屏。屏幕呢是7寸Kaleido3代的一个彩墨屏，色彩呢调教算法是 2.0， 属于跟T10C 差不多的一个梯队。功能上的亮点呢，主要就是可以支持灵感笔，没错，就是可以进行笔的划线，然后批注、笔记、手绘这些。当然呢，笔呢它是选配的，那不是标配。以上这2款呢有一个最大的改变，那就是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那天使之握呢，就是它的名字，跟其他同类产品的设计完全不同。圆润的无直角，那握齿呢也更加舒适。那按钮设计成了更大、位置更合理的水滴型翻页键。那整个的机器呢只有175克。接下来呢是全球首款的 13.3 寸彩墨屏电子书 T13C， 屏幕呢也是Kaleido3代的一个技术，300 ppi 黑白，150 ppi 彩色，采用了色彩调教为 2.0。那 K3 屏幕的原生定制前置光技术，那降低了囊光的对眼睛的一个伤害啊。然后呢，设计方面呢，终于改变了，就是变成一个非常超薄的一个设计，那仅仅是一个 5.3毫米的一个厚度。那发布会的当时呢，就是产品经理呢也模仿乔布斯，然后从一个档案袋里拿出来啊。那机器呢3边等宽，全铝合金 CNC 中框。背面呢是玻纤的一个工艺，加上一个闪光的一个微纱。那这个设计的话，到时候我到货了一定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配置。然后呢，硬件方面呢，高通是8核的处理器，那主频呢是高到了一个 2.8G。那跑分呢，听说是跑了一个50多万分啊，配备的是 6G LPDDR4X 的一个运存，然后加上 128G 的一个 UFS 存储芯片，那整个的一个读取速度和响应速度应该是不慢的，并且搭载了硬件级的 BSR 独立显示芯片，那和它的一个残影自刷新技术。那系统的版本呢为安卓13。那 T13C 呢标配呢其实就带有灵感笔，那这支笔可以携在机器的侧面进行充电。模拟真实的一个书写，那支持呢正感的一个反馈。那上市之后呢，应该还有一套配套的妙控键盘保护套出售啊。那最后一款设备呢是 Mira Pro 彩墨显示器，那外观呢其实一直沿用的之前的 Mira Pro 的设计，那铝合金的一个机身，25.3英寸的一个屏幕，然后采用的也是 Kaleido 3代的一个技术。刷新方面呢，其实它用了一个 BSR 的快刷 2.0 以及残影自刷新的一个 2.0 技术，提升了鼠标速度，降低了滑动的残影。发布会当中呢，它展示了一些股票啊、报表啊、编程啊以及写作的效果。那么以上呢就是这3款硬件的发布。新机发售之后，随之更新的呢是软件系统。那软件系统呢会更新到 4.1 的版本。首先呢会提供文石的一个应用优化 2.0 服务。那这个服务呢主要呢是自动的适配和优化第三方的 APP， 并且呢可以让你的车址选项导出为一个大神码。这个大神码呢可以让你在不同的用户之间进行软件的配置分享。然后呢是有一个硬件级的一个月光模式，那这个呢就是之前的深色模式的一个加强版，那个方便夜间的一个阅读。接下来呢是 PDF 引擎方面的重写，打开的速度呢较之前提升了 30%， 然后呢支持局部的 OCR， 交互的方面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并且开放了文档云的同步。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更新啊。那 4.1 版本呢针对像 T13C 这样的设备优化了一些比如说一屏多窗的体验，那办公体验呢应该是升级了不少。另一方面呢，它新增了一个叫无边笔记的功能。那其实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画布的有无限大，你可以无限的进行延伸。
然后结合 T13C 这样的设备呢，它有一个麦克风阵列的一个优化，那方便之后在会议啊或者是课堂上进行收音，然后转录。后续呢还会支持 AI 会议纪要的一个生成。OK， 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了。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请在我们的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下次再见。